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提到西方极乐世界，多数人脑中浮现的往往是一个很具体的画面。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像天堂一般的地方，只有在死亡之后，透过生前念佛、修行、做善事，才有机会前往。于是，极乐世界被理解成一个死后去处，修行则被理解成一张通往那里的门票。但如果我们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佛教真正想谈的只是一个死后世界，那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篇幅反复描述极乐的状态？又为什么这个概念会成为整个修行体系中如此核心的隐喻？更关键的是，一个只有死亡之后才能验证的世界，究竟要如何指引一个仍然活着的人去面对恐惧、痛苦与人生的不确定？事实上，当我们回到佛教思想本身，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佛陀几乎不鼓励对未来世界的臆测，却不断引导人去观察此刻的内心，去看清痛苦从何而来，又如何止息。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佛教如此重视当下的觉知与解脱，为什么又要用一个看似遥远的极乐世界来描述终极的安住状态？也许我们一开始就用了一种过于字面、过于空间化的方式去理解西方极乐世界。也许佛教并不是在告诉我们死后要去哪里，而是在用当时人们能理解的语言，指向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状态。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西方是否只是一个象征？所谓的极乐世界是否并不一定是地理上的某个地方？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一起重新思考的问题。当我们真正回到佛教的语境来看，极乐这两个字本身就很容易被误解。在日常语言中，快乐通常意味着某种感官刺激，情绪高昂，或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佛教谈的极乐，从来不是这一层次的快乐。在佛学中，乐并不是苦的对立面，而是苦止息之后自然呈现的状态，以及契入清净佛性，即心即佛，当下此刻就是极乐，是超越二元对立的乐。要理解极乐，必须先理解佛教如何看待苦。佛教所说的苦，并不只是指身体的痛或情绪的低落，而是一种更根本的结构性状态，来自分别、执着、恐惧，以及我与世界是分开的这种深层感受。只要还存在强烈的自我中心，就一定会有得失、比较、害怕失去。而这些正是苦不断升起的根源。因此，当经典中描述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真正的重点并不在于乐很多，而在于苦不再成立。没有苦，不是因为一切都变得完美，而是因为造成痛苦的那个分离结构已经不再运作。这也是为什么在佛教的描述里，极乐世界没有强调感官享受的细节，反而反复提到清净、安住、不退转。那是一种不再被内在拉扯，不再被恐惧驱动的存在方式。换句话说，极乐不是得到更多，而是不再缺少；不是情绪被推到最高点，而是内在不再有必须填补的空洞。如果一个存在状态中不再需要透过比较来确认价值，不再需要透过抓取来证明安全感，那么它被体验为极乐，其实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极乐世界的描述已经开始超出死后世界的范畴，更像是在描绘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结构。而接下来，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关键。如果极乐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分离、没有对立的状态，那它是否真的只能在死亡之后才存在？还是说，佛教其实早已在用极乐世界这个词，尝试描述一种我们平时很少经验到的意识层次？
如果我们从前面佛教对苦的理解出发，会发现一个核心线索：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心识将自己与世界分割开来，持续对外界和自身产生依附与抗拒。而在现代意识研究中，这种自我中心拉扯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描述，那就是世界知名的心灵作家艾克哈特·托勒所说的小我心智幻想。小我透过思考、比较、计划与执着，不断制造分离感，拉扯出内在不安与痛苦。而这正与佛教所说的我执本质上高度吻合。托勒指出，当我们把意识带回当下，当小我停止运作时，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经验会出现，自我感消融，时间感消失，强烈的爱、完整感与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经验并非因为获得了什么，而是因为不再缺少什么，苦的根源，也就是分离感消失了，喜悦自然呈现。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察带回佛教的极乐世界，不难发现古人描述的极乐，其实和这种现代意识研究中观察到的现象非常相似。佛学经典中反复提到极乐世界的清净、安住、无退转，正好对应到小我消融后那种无分离、合一的状态。所谓乐，并不是感官满足，而是意识结构本身的转换，是存在不再被内在拉扯所干扰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或许并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高维度的意识结构。它不是透过从外界获取什么来成立，也不是死后的目的地，而是一种从分离意识回归整体意识的状态转换。在这个转换中，我们会体验到极致的完整感、爱与喜悦。这正是佛教所说的苦尽则乐生的另一种现代语言翻译。当我们这样理解极乐世界，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极乐是一种意识状态而非空间，那么往生是否象征的不是身体的离开，而是心识从分离回归整体的过程？是否意味着每个活着的人都有机会在当下此刻就进入极乐世界？只要意识停止对小我幻象的认同，回到永恒且真实的当下。换言之，佛教经典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形象化的概念，或许只是为了让古人理解一种极难描述的意识现象。这是一种完全不分离的意识结构，在这种状态中，恐惧、比较、欲求和痛苦都不再成立，而爱与喜悦自然流露。极乐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不再是遥远的终点，而是一次活着的可能转换，一种意识的合一状态。当我们尝试用现代语言理解极乐世界时，必须先厘清一件事：科学无法证明极乐世界存在，也无法测量所谓的合一状态。但科学与现代哲学确实提供了一套理解意识层次与宇宙结构的隐喻框架，让这些古老描述不再显得突兀。在物理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概念是维度。当维度提升，系统的自由度会增加，限制反而减少。一条线上的点只能前后移动，但进入平面后，原本的限制自然消失。在更高维度中，低维度的冲突往往不再成立。如果把这个概念作为隐喻，那么人类日常意识或许就像是一种低维度的自我意识，被时间线性推动，被自我边界限制，被内在叙事切割成过去与未来。而佛教所描述的极乐世界，则更像是一种高维度的意识结构。在那个状态中，分离、对立与匮乏感不再是基本条件。这样的理解也与现代意识研究中的某些观察相呼应。在深度冥想、濒死经验或高度心流状态中，人们常描述自我感消融、时间感消失，并伴随强烈的爱、宁静与完整感。重点不在于这些经验的来源，而在于它们呈现出一致的结构特征。当我的边界放松，世界不再被分割成主体与客体。从这个角度来看，
极乐世界的无苦，并非因为一切外在条件完美，而是因为意识不再以分离为基本前提运作。当没有一个被隔离的自我需要防卫、比较、追求，那么恐惧与匮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也让我们重新理解佛教经典中对极乐世界的描述。所谓光明遍照、清净无染，与其说是在描绘一个物理世界，不如说是在尝试形容一种没有遮蔽、没有分裂的存在状态。那是一种意识完全与整体实相同步的状态，在其中，爱与喜悦不是情绪，而是存在本身的特性。因此，当佛教谈往生极乐，也许并不只是指生命终结后的去向，而是象征一种更根本的转换，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低维度意识，回归到与整体宇宙同频的高维度意识结构。在这样的理解下，极乐世界不再是信仰式的安慰，而是一种关于意识可能性的深度提示。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控制世界，而是来自停止与世界对立，回到与整体合一的状态。走到这里，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重要的整理。如果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宇宙中的坐标点，如果往生不是死亡之后的迁移，那佛教谈极乐真正想指向的究竟是什么？回顾整条线索，其实非常清楚。佛教从一开始谈的就不是世界，而是人们的内在状态，不是空间的改变，而是意识结构的转换。所谓的苦，来自于分离感。所谓的轮回，是在分离感中不断重复自我认同，而所谓的极乐，则是彻底不再以分离的方式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极乐的描述总是那么不像物理世界，没有缺乏，没有恐惧，没有比较，没有时间压力。不是因为那里多了什么，而是因为构成痛苦的那些心理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极乐不是一个你必须抵达的地方，而是一种你不再站错位置的状态。你不再站在小我视角里，不再透过过去与未来来定义自己，不再把存在理解成一个需要补足的缺口。而这也正好回应了现代许多深度意识经验者反复提到的核心转变，不是获得力量、获得答案、获得能力，而是某种根本性的松开。松开对自我的紧抓，松开对时间的执着，松开我必须成为什么才能完整这个假设。那么接下来一定会有人问，既然如此，佛教为什么还要谈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谈发愿、持名、往生？这里要特别小心，不要落入过度简化来理解。佛教的修行设计从来不是只给理解力很强的人，而是为不同意识成熟度的人提供不同层次的入口。对还深陷分离感的人来说，极乐是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撑与方向感。它不是错误，而是一种善巧方便。当一个人无法直接理解当下即是圆满，那就先给他一个离苦得乐的方向。而当意识成熟之后，这个方向会自然转化为内在的觉察，也就是所谓的开悟。所以真正关键的不是你是否相信极乐世界存在于哪里，而是你是否正在减少分离感，从而进入合一的状态。你是否越来越少活在抗拒里？是否越来越少用恐惧推动人生？是否开始在当下感受到一种不需要条件的安定？如果有，那你已经在靠近佛教真正指向的那个状态了。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做这一整集的总结。佛教所说的极乐世界，不是要你逃离这个世界，而是邀请你结束与世界对立的那种存在方式。当分离停止，极乐不必往生，它只需要被认出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